我是来想跟你了解一些事情。了解个事儿，说呗。能不能把你和顾朝阳厉害的经历跟我说一说？我跟顾朝阳的恋爱经历，你问这干嘛？当然，说了节目啦，我们要让观众更深入的了解嘉宾的性格特征还有情感需要嘛。这活儿你让小宋干不就行了吗？还用得着您亲自跑一趟吗？哎呀，那怎么行啊？怎么可以让外人知道你们恋爱的事情呢？也是哈，我跟朝阳都是公众人物，这说出去对谁都不好。我懂，我懂。对，事情没成之前呢，所以是要保密嘛，偶像们都这样。我懂，我懂。哎呀，其实孙总，你也不是外人，我也不想瞒你。我觉得吧，这顾朝阳怎么？好像从来都没有爱过。怎么可能呢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啊。是啊，我们在一起时间是不短，可是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，那就是陪我吃喝玩乐，给我大把的钱花。但是呢，从来都没把心给我。他心里有别的女人？肯定没有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。顾朝阳表面看着是像个花花公子，可他呢是绝对不会脚踏两船的。他只要跟了谁，就铁定跟谁在一起。这也是他最吸引我的地方。那你为什么又说他没有把心给你呢？女人的直觉，你懂的。我跟他吧，就好像我们俩之间就隔着一层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说不清，反正就隔着一层东西。那你觉得他喜欢你什么呀？当然是漂亮、性感了。我以为他多与众不同呢，原来也跟所有的男人都一样。哎，这可不对啊！虽然别的男人呢，他是迷恋我的外表，但顾朝阳的不一样，你光靠外表是不能打动他的。那你觉得你有没有打动他？就这一点，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。哎，不是这样，你把你们两个从刚开始认识一直到分手都说给我听，我来帮你分析分析。又从头说呀？那哪是头啊？就从那次 party，action。到底为什么跟你分手啊？我还迷糊着呢。难道就没有原因吗？我想了好久了，我都没想明白。你们吵架了？连吵架的机会都没给，他就消失了。消失？消失了1个星期，然后突然有一天给我发一短信，说哥们儿要跟我分手。那在他消失之前，你们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？问题就在这儿了，我跟他之间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啊。你再好好想一想，有可能那件事情是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但是在他看来就不一样了呢。他就给了我一笔钱，比平时多点儿。多少？都不少。不少是多少？好吧，不说就算了。但不是我吓唬你，这笔钱还有可能就是你们分手的原因，你自己想清楚，说还是不说。他就给了我一笔钱，是一大笔钱。那他有没有说给你这笔钱让你干什么？他让我爱干什么干什么。那他莫名其妙给你一大笔钱，你就要啊？
哎，什么叫莫名其妙啊？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，那姐们儿当然拿着这笔钱去筹备一场史无前例的婚礼了。史无前例的婚礼，那是你自己觉得，还是他跟你提过的？这还需要他跟我提吗？这不就水到渠成的事儿吗？一大笔钱，结婚。小屁孩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让你去找他们，不是让你去了解他们是怎么跟顾朝阳分手的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。我想了解一下，他们是凭什么可以让顾朝阳爱上他？不过不知道为什么，谈着谈着就聊到了他们分手的原因。你是我亲姐姐，所以我知道的什么都告诉你啦。关键词有2个：一大笔钱，结婚。你帮我分析一下，他们2者之间有什么关系？我帮你分析什么呀？分析？哎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福尔摩斯啊？啊？福尔摩斯。哦，我觉得吧，顾朝阳有结婚恐惧症。结婚恐惧症？你想象一下，顾朝阳他和他们已经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可是他很恐惧结婚，所以就给他们一大笔钱，让他们无话可说，这样就合理了，一定是这样。说完了吗？我觉得他够了。孙晓，我提醒你，你的任务是给顾朝阳找个约会女嘉宾。你现在去厕所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我都懒得说你。走了。啊，你去哪儿啊？干嘛？你帮我分析一下嘛。没空，要分析找心理分析师吧。对哦，心理分析师可以啊。周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周末了还来打扰您。没事儿，正好你来，尝尝我的手艺，自制双皮奶。自己做的啊？那我是要尝一下。给你100个赞。这是我厨房绝技当中小小的一样。太好吃了，不过真的是你自己做的啊？当然了，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心灵手巧之人。想要拴住男人心，首先就要管住他的胃。以前朝阳啊最喜欢吃我做的菜了，他说最喜欢看我在厨房里忙碌的样子，让他特别有家的感觉。难怪呢，你跟李丹妮之间，他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，原来你有这一手。他怎么能跟我比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李丹妮很漂亮，可是她胸大无脑，而我呢，就好比你吃的这碗双皮奶，虽然不华丽，但是入口的感觉很好，甜而不腻，吃久了还有回味。你这个比喻我特别喜欢。那你们2个是怎么认识的呀Together 网让我去给他们的会员做性格类型评估，就这样认识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找我有事儿吗？哦，是啊，我差点忘了。是这样的，我们节目呢正在物色新的男嘉宾，所以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，这是我们男嘉宾的资料，你看看，帮着分析一下。你
总算是有派得上我用场的地方了，不然我这个特邀专家的头衔呢，我真是不好意思了。那你帮我分析分析看，这个男嘉宾是什么性格？他会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嘉宾啊001，现在都没有名字用代号的吗？哦，这个是我们节目的规定，在没有确定男嘉宾人选之前呢，所有男嘉宾的资料相对都是保密的。光看这个资料，我只能做出很有限的判断。最好呢是能让我和男嘉宾当面聊一下，这样我的判断会更加准确。这个我以后会安排的。这人的资料很像一个人，谁呀？顾朝阳。绝对是不相干的两个人，你怎么会想到他呢？首先，分手方式毫无征兆；其次就是钱，一大笔钱。这么说，他也给你钱啦？对呀，我拿这笔钱用来出国深造，结果当我下了飞机，打开手机看到的第一条短信，就是顾朝阳发给我的分手通知。出国深造啊？我本来以为顾朝阳是有恐婚症的，所以给了李丹妮一大笔钱。可是这个线索到了周冰冰那儿就断了。断了就断了吧。顾朝阳为什么和女朋友分手，这本来就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什么？你看，性感靓丽、知性美、妩媚动人、温柔贤惠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些都是我从李丹妮和周冰冰身上总结出来的。我打算按照这些给顾朝阳找个女嘉宾。孙小欧，你还没死心啊？心怎么可以死呢？